靓仔。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再也不用付台费。技巧1：勾库球。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住了，直接打容易先碰到黑球，造成犯规。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就不会犯规。技巧2：省力冲球。把白球放在靠近库边，大概1颗球左右的位置，然后瞄准球堆中第2颗球击打，这样开球省力，而且球开得散，清台率高。技巧3：避开白球弹库跳。目标球距离库边较近时，白球翻带的角度不合适，会造成2次撞击。此时可以抬高一点点手架，后手微微抬高，向下击打中杆的位置，发力短而快，目标球就会跳过白球进袋，非常好用。技巧4：带角球。遇到1颗目标球在袋口，另1颗目标球在库边，如果直接对着袋口球进球点去传球的话，下1颗目标球容易向上跑，不好打。此时可以对着这个带角球去传球，那么它就能顺利的停在袋口的位置，方便下一杆继续击打。技巧5：极限防守。如果最后1颗球被对手的障碍球阻挡，也没有比较好的防守线路时，可以用中杆瞄偏一点点，小力一推，控制好力量，让白球刚刚好吃库，利用带角挡住对手的击打线路，做一杆极限防守，容易得到自由球，赢下这局。技巧6：自由球打贴库球。想要走位黑八的话，大力加左塞是过不去的，可以用小力高杆左塞就可以轻松走到位，这个也叫做软塞。技巧7：加塞球。如果得到一个自由球我方有球贴库的话，要利用这个机会先解决最难的贴库球，直接把自由球放在离贴库球1毫米的位置，朝45度方向去击打，就能轻松打进贴库球。下课，靓仔。能打出这样的一杆长台低杆，绝对够你跟朋友吹上1年。别人打起来轻轻松松，怎么到你这就这么难？原因1：距离远，就需要更多的旋转来抵消台面的摩擦力。你的打点如果不够低，旋转就不够强。原因2：力量大，它需要非常熟练的动作能力。你的小臂速度如果不够，白球打到目标球的时候就没有低杆旋转了。原因3：大臂需要足够稳定。你一想着发大力，动作就会全部变形了，结果连球都打不进。下面我给大家提供一种训练的方法，每天坚持训练，你也能打出超强的低杆。第一步，小臂加速训练。训练时尽量要稳定锁好大臂，球杆对准眼睛盯着这个目标点，小臂拉满弓之后，肆无忌惮的尽可能加速小臂的摆动。这个训练非常非常累，但是你的新的有力量的肌肉长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在稳定大臂的情况下大幅度提升小臂的摆动速度。第二步，单颗球打点训练。先用小力进行训练，将杆头瞄准在母球尽可能低的点位上，只有点位够低，旋转量才能最大化。出杆时你的眼睛要全程看着球杆，清晰的打在母球的击球点上。熟练了以后，再逐渐加大到肆无忌惮的力量进行击打。第三步，长台定杆训练，用最低的击球点位，尽量放松小臂，轻松的朝前摆动，只要能够打出定杆或者退回来一点点即可。目的是为了让身体去适应这个长台的环境。第四步，放开来去击打。此时脑子里不要去想那些杂念，比如说害怕低杆退不回来，以为要发更大的力，再比如说万一打得太低了，怕白球起跳，这些种种杂念都会影响我们的动作。所以抛开杂念，只专注在动作的本身，用最轻松的感觉去打出最高的速度，白球自然就会嗖的一下跑回来。最后再强调一下，不要去想结果，不要去想结果。好了，下课。靓仔，怎么样才可以让出杆更直？明明已经瞄得很准了，一出杆就歪了，这种苦找谁说去？真想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别这样，别这样，我想这是大家在打球的时候遇到最多的问题。这节课我会从3个方面告诉你怎样才可以让出杆更直。结尾还有我教学员时最有效果的训练方法给到你。好，让我们来开始学习吧。首先我们先讲一讲后手每个关节最自然的动作方向。肩关节的活动空间最大，可以让整个大臂抡出一个大圆。其次是肘关节，肘关节朝外的时候，小臂只能横着摆动。肘关节朝下的时候只能纵向摆动，但你会发现无论是横向纵向，小臂都会朝着肩关节的方向去摆动。所以肩关节、肘关节还有腕关节这3个关节点形成的面，就是小臂摆动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向。
而我们经常的出杆歪，就是因为这个面与进球线的垂直面不重合。你只需要找一个小伙伴从后面帮助你把手臂的这3个点形成的面调整到进球线的垂直面上，就能够提高出杆的直度。第二种情况就是每次你想用力打球的时候，出杆是最容易歪的。也就是说，在你出杆时，这个面偏离了进球线的垂直面。这个主要原因是你的大臂锁定能力比较弱，因为大部分人在想要用力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大臂去发力。比如说打拳的时候，大臂会配合的把拳头送出去发力。而台球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发力的时候啊，大臂是要以提供稳定的方向为主，锁定住手肘的支点，这样子啊，小臂才能出杆出的又直又有穿透力。所以大臂的力要用在稳定上，小臂的力要用在前后的摆动上。通过结尾我会教大家训练的方法啊，把大臂和小臂进行独立开来，才能让球杆出杆更直。好，再说说第3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手臂的这个面啊偏离了我们的视线。当我们趴下去的时候啊，如果这个面在我们视线之外，就在你出杆的那一刻，身体会很本能的让手臂啊去靠近视线的方向，结果呢就会导致出杆歪了。那么我们在趴下去瞄准时，就要将球杆放在我们视线的正下方，这样也可以提升出杆的直度。好，现在开始告诉一下大家平时该如何训练。如果你赶时间的话，我已经把这个训练方法整理好放在评论区了。好，我们先找一条直线，原处放块巧克粉作为目标点，先让视线完全匹配这条直线，接着球杆完全匹配在视线的正下方。锁定好大臂的方向，让小臂自然的先摆动起来，不要用太多的力去干扰你的小臂，就是很放松的去摆动，去看看球杆运动起来，是不是还在这条直线上？如果有什么偏移，可以调动一下肩膀的角度，直到球杆与这条直线自然的重合在一起。接着开始在球杆摆动的末端去加一些速度，就像这样子，每次球杆停下之后呢，都能够笔直的指向目标点。等稍稍熟练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力量加上来。每天像这样子空杆训练10分钟，出杆就能像尺子一样笔直，准度大幅提升。好了，下课。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但是打球不厉害。你这个低杆拉不回这里啊？这是我最好的了。这就最好的了。你知道你为什么拉不回来这里吗？为什么？因为你出杆速度不够啊。像你这样的发力动作啊，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的，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的。教你一种发力的方式，学完之后啊，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低杆就能拉回来一库。来，我叫你来。球杆在接触白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速度啊，一定要学会用手腕。在球杆往后拉的时候啊，我们把手指稍微松开一点点。你看，手指是打开的，但没有完全打开啊，这里是还是掐住一点点。好，往前的时候呢，小臂先往前，你看手腕保持住这个角度，这个时候呢，手腕再给它一个速度，它是不是变成2股速度的合力往前去啊？来看一下啊，你看拉回来，你看这里都是小臂的速度，手腕在这个地方发力，我们打一个低杆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低杆效果就很强。但是你在练长台之前，一定要在这个距离就是白球的旁边，我们先练上大概20次这样的出杆的，一定要让它顺了啊！你不能说太延迟了，到这里手腕都还没出来，杆头都已经碰到球了。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手腕先走了，小臂再过来又没速度，所以它一定要顺畅。你可以想象一下，打别人一巴掌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啊！所以你在白球旁边练好了这种手臂的这种衔接，让速度达到了以后啊，在白球这里过来，轻轻松松，马上就回来，对吧？好了，想系统学习，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啊。下课。一开始学打台球啊，就不要再问这个角度球的瞄准点在哪了。你知道了能干嘛呢？你能打得到这个点吗？打不到啊。打不到你怎么学台球啊？那网上有老师说找到瞄准点打100遍就能进了。这样的老师你就不要再点赞收藏了。学台球最重要的第一步，要先学眼手一致性。
也就是眼睛看到哪里，球杆就能出向哪里。几乎所有的高手都能做到这一点。那首先要学什么？先学怎么把球杆放在两眼正下方，然后呢，把能使球杆在一条直线上前后运动的所有细节都学了。比如说手架的稳定，肩关节的打开，后手小臂的垂直，手腕方向的调整，把身体的上半身展开，形成一张蓄势待发的弓。你有没有学过这些啊？没有啊。你连这些都没学过，你怎么学打台球？那当我们学完这些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后手的动作协调组合了。什么是动作协调组合？动作协调组合指的就是大臂、小臂、手腕它们之间相互的协调组合，以打出不同的发力需求。再结合手架的高低，调整杆头打在白球不同的高度上，让你不仅把球打进，同时让母球走出六亲不认的线路来。那一教你就会了，信不信啊？信。来，第一个，后手小臂带动手腕去发力，来，一张纸穿透它，来看一下，手架调低到母球一半以下的高度，这个球打进后啊，就嗖的一下就退回来了。当你学完动作协调组合之后啊，比如说这个球形，白球打进了，要低杆退回来打黑球，这个球形啊，你一看就会了。来，你试一下看。哦，你看简不简单？简单。非常好，你看你1分钟就学会了。那老师，我想要更系统的学习啊。来上我的私教课，请我做你的私人教练，带你成为一杆清台的高手，好不好？好啊。下课。